凭你们也敢拦我？我们有针对司马一族的阵法加持，料他也讨不到什么好处。你以为你能救得了谁？他们的身体全都被下了禁制，一旦突破此处结界，全都会死。别跑！回来！停下！离开这里，你们会死！这也好过被当作畜生，被这样吃掉，永远不见天日。回来！我得赶快找到司马教。只要我存在，司马氏的命运便无法改变。若有一天，世间再无凤山灵火，司马氏一族或许能得到解脱。下辈子娶个好人家。家伙的灵符怎么跟火焰山似的，时时刻刻这么难受，换我也得发疯。他将永生地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您若是莽撞行事，说不定会死的。司马教，这么简个神魂碎片，还有传染情绪的作用，
马小，你这么治愈的吗？我平时带你吃喝玩乐都没有让你开心一点吗？不要，不要，人生或奈何。如果这个要是碎了，人就会彻底灰飞烟灭。不，停下，快停下！不要，我要怎么才能按住他？司马萧，我是不是要死在你的灵符里了？我已经快忘了我是谁，却能清晰地感知到你所经历过的喜怒哀乐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他醒来不会杀了我吧？我就说你可以吧。现在他的情况稳定很多了，你再努力几次就搞定了。再努力几次，一次我都死去活来了。我以为你这么闯进去，神魂多少要受损的。现在看来，你不但没受损，还得了好处呢。你闭嘴吧，你个熊孩子！哼！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下火苗救我！开！
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。您不是说，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心情平静愉悦，骨株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正是他妈妈骨株开出来的花。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接人伤罢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宫的联手封困。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。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，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。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，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清谷天吧。清谷天比得上我这里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，我想去看看入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坐着蛇兄偷偷去见入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。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8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8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
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八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哼，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施千缕吗？施千缕，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魂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施千缕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封山岭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八大宫只是提线木偶，施千缕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施千缕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那我们就从施千缕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施千缕的伪装而已，她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这么舒服的员工宿舍，上哪儿找啊？办公环境跟景区似的。有这等美貌，要是梳个美美的发髻，换个漂亮的衣服就好了。这么贴心的吗？这些都是给我的吗？还有客房服务。这傀儡人不就是机器人吗？这皮肤质感跟真人一样。你们能再帮我拿点首饰跟鞋子吗？给不给拿呀？终于明白什么叫快活似神仙啦！现在大家都以为我是老板的心腹，他出山的时候那么嚣张，我要离职了，大家找我泄愤怎么办？而且师祖他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精神不太好吧，但他对我还是挺好的，他救了我那么多次，再说我还要靠他给我镇痛呢。我还是先不要想离职的事儿了。师祖，您怎么来了？跟我走。好。拜
师祖，我们来这儿干嘛呀？开始吧。这就是修仙世界的比武啊！先做样子吧，拖延一下时间。好，等主师的长辈来。师祖。师祖，今日怎么会有如此雅兴来看弟子们死斗啊？这种装模作样的东西，也配叫死斗？师祖，容我多一嘴。台上的那2位，一位是出自于天之宫，一位是来自于日之宫，2位都是各个公主煞费苦心才培育出来的优秀弟子啊，伤了谁都不合适。能不能看在释家人的面子上，放过他们一马呀？放过他们？死斗为的就是让弟子在生死之间提升修为。如今各大宫绵延势力，连自己定下的规矩也都不管了吗？师掌门亦认可此举？仙府竟然还有这种传统！既然师祖发话了，你们便认真死斗，不可敷衍了事。我们做错了什么？不过是同门师兄弟留有余地而已。就是，滥杀无辜，有违道义。我们比试是为了互相切磋提升修为，为什么非要赌上性命？就是啊，这不是你们8大宫自己定下的规矩吗？现在反倒说别人是恶人。你们说我有违道义，滥杀无辜，那就让我见识见识你们的道义值几斤几两啊！这是什么？这好像是血凝花。当真？这就是传说中的血凝花吗？
您还好吗？我已经忍着家眼的封印很久了。我们这是冲破封印了哈。没错，那就好。封印竟然被解了，果真，灵力被削弱之事是假的。师祖传出谣言，定有他的谋划，想必里面一定是一片血海。别说了，去看看。你看他们每一个人，走出去都是令人畏惧的大门。你看看他们现在的样子。 多可笑！对此你作何感想？你的腰好细。什么？我觉得你可能是被关久了，饿成这样的。你说的没错，我遭受过的痛苦。 都要一一讨回来。我可没这样说啊！你狗多！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哈。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。我刚刚都要被吓死了。四子出关了！什么？快！ 恭迎师祖出关！恭迎师祖出关！廖廷彦，你侍奉不周，险些颠覆仙府命脉。
师祖，弟子今日就替您清理门户。师祖，恕罪呀！岂容你在我面前放肆！师祖饶命，弟子只是担心师祖。怕什么？我说了，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这位弟子是四世之宫的吗？竟得师祖如此青睐。我也从未见过这位弟子。师祖之前可是对我们宋锦山的弟子大开杀戒，怎么偏偏留下个修为低劣的3灵根弟子，有何用处？当初送弟子入山之时，抱着何种心思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师祖，今日三神山被毁成这样，不如您先去白鹿崖暂住，等弟子们把这里修葺完毕，再请师祖回山。还想将我押回来再封500年？师祖您误会了，我是……行了。师祖，您不会因为我目睹了您的杀人现场，就把我灭了吧？你在想什么？师祖，您要杀就杀吧，别玩我心态了。如果杀累了，要不就回去洗洗睡了吧。那便依你。师掌门，师祖，这是何用意？老板，师祖，我还想活，您千万别杀我。那便留你一命。